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陈都灵为啥是横店白月光？从花瓶到救场女王，困局里杀出一条路，谁不佩服？咱先把陈都灵在横店的故事捋明白。从2015年开始，他就常在横店泡着拍作品，时间久了，大家都叫他横店的白色月亮，不光是因为他总演那种温柔又让人难忘的角色，还因为他几乎成了好多男演员爹戏角色的标配搭档，慢慢就成了观众心里的白月光。不过早期的他可没这么顺，一开始总被网友说角色单一，只会当花瓶。直到这2年靠《良辰好景知几何》里的沈芷宁，《莲花楼》里的乔婉冕，才彻底让大家认可了他的演技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他在横店拍戏那阵儿，经常接救场的活儿，1年下来客串了10几个角色，别人怕麻烦躲着的事，他却当成机会，最后反倒从被困横店的处境里硬生生拼出了亮眼的成绩。细节咱得好好说说。早期网友对他的评价可不算友好，有人在评论区直接说，陈都灵除了脸好看，演啥都一个样，纯花瓶啊。还有人吐槽，每次看他演温柔角色都审美疲劳，就不能突破一下吗？但这2年口碑完全反过来了。良辰好景知几何播完，有网友留言，原来他能演这么有层次的角色，沈芷宁的委屈和倔强都演到我心里了。莲花楼播出后，更有人说乔婉冕一出场我就泪目了。陈都灵把那种意难平的感觉拿捏得太准了。至于他救场的事，圈内也有不少小道消息，说有次某剧组女主角临时出状况，导演急得团团转，找了好几个艺人都没人愿意临时接戏，最后找到陈都灵，他当天就进组背台词，拍出来的效果还特别好。还有次他刚拍完自己的戏份，隔壁组缺个客串角色，他也没推辞，穿着戏服就过去了。这种敬业劲儿在横店早就传开了。其实在娱乐圈，像陈都灵这样早期被贴花瓶标签，后来靠努力逆袭的艺人也不少。比如之前有位女演员，刚出道时也总被说演技生硬，后来她扎根剧组，不管是小配角还是大女主都认真演，最后靠一部现实题材剧彻底翻身。现在内娱越来越看重实力，光有颜值撑不了多久，那些愿意沉下心打磨演技，不挑活的艺人，反而更容易抓住机会。陈都灵的横店经历其实就是个例子。别人觉得被困在一个地方拍重复角色是困境，他却把这当成积累经验的机会，最后反而成了他的优势。咱唠到这儿，是不是也觉得陈都灵这一路特别不容易？首先的说说他面对花瓶质疑的态度。换做别的艺人，可能早就急着发通稿辩解，或者干脆转型走流量路线了。但他没这么做，反而扎进横店一部戏一部戏的拍。要知道，年轻人尤其是咱们女性受众，最吃踏实努力这一套，谁没被人质疑过不行啊？但能像他这样不吭声，用实力打翻身仗的，真没几个。那些说他花瓶的人，估计也没想到，他会把批评当成动力，最后用一个个角色狠狠打脸。再说说他救场女王的事儿，这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。临时接戏意味着要在短时间内吃透角色，
可能还要配合陌生的剧组和演员，稍微不用心就容易出岔子。但陈都灵不仅接了，还接得特别好，一年客串10几个角色，每个角色都没让人觉得敷衍。这种敬业劲儿，比那些挑3拣4、直接大制作的艺人强太多了。咱们都是里的年轻人，平时工作中也会遇到临时任务，谁不希望自己能像陈都灵这样，把麻烦事变成加分项啊？他的经历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机会不一定都是光鲜亮丽的，有时候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小事，反而藏着更大的可能。还有横店白月光这个称呼，也不是凭空来的。他演的爹系角色搭档，不是简单的工具人，而是能让观众记住的存在，温柔的时候让人觉得治愈，认真的时候又有自己的坚持。这种有温度的角色，特别容易打动人心，尤其是女性观众，看惯了影视剧里傻白甜或大女主的极端设定，陈都灵这种温柔有力量的角色，反而更贴近咱们心里对美好的期待。所以大家叫她白月光，不只是因为她长得好看，更是因为她把角色演活了，让大家看到了温柔也能有力量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她把被困横店的困境变成了机遇。很多人遇到只能在一个地方拍重复戏的情况，可能会觉得没前途，被限制了。但陈都灵却在这种处境里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拍不同的角色，积累经验，和剧组搞好关系，攒口碑，最后慢慢从客串走到主角，从不被认可走到备受瞩目。这种在困境里找机会的能力，真的太值得咱们学习了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但看看陈都灵就知道，没有怀才不遇，只有不够努力。只要你愿意沉下心积累，再小的机会也能变成大舞台。最后咱总结一下，陈都灵能成为横店白月光，能从花瓶逆袭成实力派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他面对质疑时的坚持，是接救场戏时的敬业，更是在困境里不放弃的韧性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不管被贴什么标签，不管身处什么困境，只要脚踏实地努力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